各位朋友，今年夏天中国电影市场的暑期档正在因为功夫女足发生最具戏剧性的倾斜。零宣发空降自带少林足球25周年的精神续作的标签，这部周星驰挂帅的作品从上映首日起就行走在争议与狂欢的两极。但是在票房的大盘上，它却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一路狂奔上映9天就破了13亿，到了今天可能就直奔20亿去了。预测的最终的终点呢，直指30亿的大关你看，还是我这个第一个在油管上说，我认为是30亿打底儿是吧？好吧，硬生生的把整体的疲软的2026暑期档呢拉出了一条上扬的曲线。口碑的撕裂与票房的狂飙悖论背后呢，是24家出品方组成的资本天团早已经摆好的盛宴。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揭秘功夫足球最终谁能赚钱，星爷又能分到多少钱。越骂越火的周氏的典型喜剧是戳中了谁的神经呢？上映了第9天，功夫女足的票房就突破了13亿，而猫眼专业版给出的最终票房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攀升到了30.47亿。与此同时呢，豆瓣的评分却在 6.5 分上下徘徊，1星与5星的评价呢，在评论区是短兵相接。功夫女足好看与功夫女足难看两个话题先后冲上了热搜，形成了罕见的口碑撕裂、票房狂奔的奇异景观了。这场分裂呢，从上映的首日便已经注定了。7月11号，零宣发空降的功夫女足带着少林足球25周年的精神续作的标签，迅速的引爆了暑期档。昔日 2.6 亿的票房首日的 2.6 亿的票房成绩，不仅刷新了2026年春节档后的最高的开画记录，更以 22.6 万场的排片量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的首日的场次记录。而与这个票房一同到来的是两极分化到近乎魔幻的观众的反馈，力挺者的理由直接而朴素，这才是真正的暑期档电影。尤其是普通观众合家欢的群体眼中，功夫女足提供了最纯粹的观影的愉悦。周氏无厘头的喜剧包袱密集且有效，什么太极卸力了、咏春寸劲了、峨眉腿法与足球技战术的融合，堪称脑洞大开。1200组特效镜头撑起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比赛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影片传递的女性互助、草根逆袭的内核足够直白动人。总决赛段落中满身泥泞的姑娘们拼命奔跑的画面，让不少观众坦言，整个人都在跟着使劲儿。批评的声音呢，则同样的尖锐，主要集中在资深影迷与影评人的群体。炒冷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落魄伯乐加草根组队加豪门打压加绝地逆袭的叙事模板，几乎是对少林足球的完整的复刻。人物成长线单薄，反派脸谱化，支线剧情碎片化，广告植入生硬等问题都被反复提及。更有评论指出，与少林足球中底层的小人物在生存的重压下追逐梦想的厚重感相比，功夫女足的队员困境浮于表面，队内的误会化解仓促，缺少了扎根泥土的现实痛感，也少了当年周星驰对阶层世俗规训的犀利的叩问。演员的表演争议呢，也无法避免。平心而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的完成度其实并不低，角色的适配度呢也在线。但是周星驰喜剧的灵魂呢，从来不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表演技法，而是一种认真的天真。角色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有多荒诞，越是一本正经，喜剧效果越强。而在功夫女足中呢，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到演员们在努力地演周星驰，却始终缺少那种浑然天成的笨拙与纯粹。越用力越显刻意，越模仿越让人怀念那个亲自站在镜头前的星爷。而这种分裂呢，恰好构成了功夫女足最独特的传播的势能。
差评引发了讨论，好评带动了观影，争议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发。在整体疲软的2026的暑期档，这部优缺点都极其鲜明的作品，凭一己之力盘活了大盘，也再次证明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市场定律：周星驰3个字永远自带流量的 buff。那30亿的票房蛋糕怎么分呢？谁才是最大的赢家呢？票房一路狂飙的背后，是一张由18家出品方、6家联合出品方共同织就的资本的大网啊。据猫眼的专业版的信息，功夫女足的出品阵容横跨影视制作、AI 特效、院线发行乃至实体消费等多个赛道。在官方公布的出品名单中，深圳电影制片厂、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上海猫眼影业与中影集团位列前4。名单往后延伸，既有比高集团、星辉海外电影有限公司这类与周星驰深度绑定的市场主体，也有未来资本等专业的投资机构，更不乏多家跨界而来的非影视行业的企业。各方的背景各异，诉求也不尽相同。深圳电影制片厂则位列出品方名单的第1位，背后有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呢，深圳在这部影片中的参与度远超普通的出品方，全片超1200组特效镜头全部在深圳的平山完成。中国乳业旗下的AI 视觉团队依托本地的算力集群，用自研的影视垂直 AI 系统，将后期的周期缩短了 50%， 人力成本降低了 30%。 这意味着深圳不仅投了钱，还深度的参与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试图通过功夫女足打造出深圳出品的文化名片。而作为影片的导演与编剧，周星驰不仅攥着创作的绝对话语权，更是整个项目背后的最核心的资本赢家。24家的出品方中，他直接掌控的公司就占据了3席，构成了层层嵌套的利益核心。其中最核心的主体当属1996年周星驰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星辉海外。这家公司既是他20余年来电影创作的主阵地，也是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等一众经典 IP 的持有方，几乎承载了周星驰电影全部的商业价值与情怀的重量。此番打造功夫女足呢，星辉海外既是排名第2的出品方，也是项目的主控投资方，主导了 3.8 亿元的总投入的盘子。根据多家行业媒体披露呢，其在项目中的出资比例不低于 40%， 是当今无愧的最大的金主。如此测算的话，若影片的最终票房落在30亿元区间，有片方可落袋的净分账约在11亿元上下，再减去 3.8 亿的制作成本，项目的整体的净利润7亿元出头。而按照 40% 的最低比例的估算，仅星辉海外一家就能分到近3亿元，这笔收益足以覆盖其投入的2倍有余，回报率呢相当可观。星辉海外之外，周星驰的资本版图里，上市平台港股比高集团也出现在出品方之列。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地通国际。2010年，周星驰通过股权收购完成了借壳上市，一度被视为其布局影视制作、影院放映全产业链的重要一步。但近些年来呢，比高集团的经营状况呢始终难言乐观，已经连续多年陷入亏损。截至今年3月底，公司的负债比率达到了 177%， 净资产为负，现金流的压力呢肉眼可见。功夫女足的票房爆发呢，对于这家急需回血的上市公司而言呢，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不过截至目前，比高集团并没有公开披露对功夫女足的具体的投资金额、持股比例与票房的分账安排，这笔投资最终能为财报增色多少，外界呢仍只停留在推测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出品名单里还藏着2张深圳本土消费品牌的面孔，深圳市八合里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喜悦珠宝有限公司。企查查显示呢，八合里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深潮创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林海平正是潮汕牛肉火锅品牌八合里的创始人，品牌总部呢正落地于深圳。而喜悦珠宝则是高端翡翠品牌
翡悦汇的运营主体。该品牌的产品呢，曾多次出现在名人直播间与明星的红毯造型中，主打高端的消费圈层。对实体品牌而言呢，跨界参投头部的国民级电影，看中的从来不只是票房分照样的财务回报，更是借影片的热度完成了品牌的破圈，撬动大众认知的传播价值。这笔账呢，算的是品牌影响力的增量。当然呢，不是所有的挂名出品方的机构呢都真金白银的参与了投资。位列出品方第4位的中国电影就曾在投资者互动平台明确回应，公司并未参与功夫女足的实际投资，仅因参与项目的立项备案而保留出品方的署名，同时担任联合发行方，相关收入占公司的整体比例呢极低，并特意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啊！影片中场时呢，浑身泥泞的女足姑娘站在颁奖台上，完成了属于小人物的逆袭。而荧幕之外，这关乎30亿票房的资本盛宴才刚刚进入了分账的高潮。而随着档期的落幕，关于口碑的争论呢，终会慢慢的平息。但这场由情怀、资本与流量共同书写的影视样本，会留在2020年的夏天，成为所有人反复咀嚼的一个行业的标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